陈毅今日怎会到我伐恶司来？有何事？大人，我在阳间抓到了3个死不悔改的人贩子，他们生前拐卖儿童，死后不知悔改，还在人间作祟害人。我想着大人嫉恶如仇，特意把他们送来，请大人处置。好，干得不错。大人，什么干得不错？那个杀了他们的人不错，出手干脆，不留后患，是个有血性的。是挺不错的，可惜啊，被判了无期。不用担心，我熟悉你们的律法，只要他在里面好好表现，很快就能出来了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来人啊，将此3人给本官活剐了！啥？活拐？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这何止是不错呀，简直 OK 顶呱呱啊！钟馗大人果然明察秋毫，嫉恶如仇。本官最痛恨的就是人贩子，他们虽未直接杀人，却比杀人可恶千百倍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他们却是将活人父母的心一刀一刀的凌迟。大人说的是。按道理时代在进步，为何这事儿屡禁不止呢？人越来越聪明，法越来越严密，可这拐卖孩子的勾当怎么就打不绝？你们怎么下手没轻没重的？重新剐！大人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人，我是被骗去做这事儿的呀！是啊，大人，我是个好人啊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不对，我是被龙哥拉去的，我真的是第一次。是吗？那他们为什么只刮你们，不刮别人呢？大人，他们瞪我好凶呀！是吗？那就把招子都挖了吧，反正留着也无用。钟判啊钟判，您真是我的理想型膜拜。若是钟判在人间为官，公道2字当长悬于空。大人，您感冒了。本官赐你1枚扳指，日后若再有罪大恶极之人，不必经由查查司，直接带来便是。好了，天就快亮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3个人交给本官便是。走吧，又要麻烦哥们儿送我回去了。陈毅，陆判大人说要见你，跟我走吧。陆判大人，好久不见了。你去伐恶司了？是啊，有3个丧心病狂的人贩子，我觉得送给钟馗大人处理比较妥当。您是没看见那3人死不悔改的德行，我把他们送进伐恶司，钟馗大人当场就给他们上了活剐。怎么，丧心病狂的罪犯，难道我查扎司就处理不得吗？我是怕您在忙，不敢来打扰大人呀。您看您这桌上堆的卷宗比山都高了，我哪敢再给您加活？我就是心疼您太累了，才去麻烦钟判的。以往来找我帮忙时不觉得打扰，现在怕打扰了。这扳指成色真是不错，老钟倒是大方，一出手就是好东西。大人啊，我最喜欢的还是您送的玉佩啊，您在我心中可是无人可以比拟的。这扳指就是多了个工具，但这玉佩可那是大人您对我的情分。你小子惯会油嘴滑舌。行了，天就快亮了，回去吧。阳间瘟疫泛滥，你到处乱跑，瘟疫这东西可不认真。陆判大人，你也要注意休息啊，别太累了。瑶瑶，一哥，市区的殡仪馆出了点问题，老是半夜停电，你能不能来看看？别怕，等下见了面慢慢说。殡仪馆半夜停电。殡仪馆工作人员大半夜的上报，正准备火化时，车间突然就停电了，并且别的地方都没事儿，就火化车间停电，这也太惊悚了。殡仪馆大半夜的还在干活，晚上都不休息的吗？最近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别怕，你是有正气护身的，就算有什么东西也害不了你。里面有什么还不好说，但现在的关键是让殡仪馆恢复运转。说实话，一下子看见这么多遗体，心里挺难受的。一进来就觉得里面温度比外面低好几度，并且有股难以形容的味道。瑶瑶，跟紧我。我去，老头子，我怎么一觉醒来就在这儿了？这是哪里？这不废话吗？火化间啊！什么火化间？我千叮万嘱一定要给我土葬这群逆子啊！我手机还没国际化呢。得了吧，有浏览记录我都看见了。你站住，把话说清楚！刘老哥主张清白的。一哥，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？
这个车间里挤满了阴魂。一哥，要不我们先出去吧？你先出去吧，我想想办法。你不走，那我也不走。你忙你的，我乖乖等着。摇人吗？可牛哥和马哥最近肯定很忙，不然这里也不会有这么多亡魂。那找谁？陆盼。对，看看能不能请陆盼大人开个生门。对，就这么办。瑶瑶，你先去门口守着，有人来就拦住。我有办法了。收到，明白。哟，陈毅，这小子赶着投胎啊！怎么白天过来了？陆盼大人，小子来找您帮忙的。阳间一处殡仪馆持留了大量阴魂，能不能麻烦您开个方便之门？好，我这就派人前去助你。此令一出，生门立现，去吧。谢大人。靠，究竟是谁？急成这样，倒是比来找我时跑得还快。我不去，我要回家。我们回去向陆盼大人复命了。麻烦你们帮我把令牌还给陆盼大人。阳间还有些事，我下次再去给陆盼大人道谢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为什么停电。陈毅在里面呢，我们等下再进去吧。他在里面和我们能不能进去有什么关系吗？不是说这里没电吗？我刚看见这儿有个总闸，就试着拉了下，果然就来电了。嗨，我就说没什么大事儿，他们自己工作不认真，屁大点事儿都要上报，真是的。既然来了，我再去检查下其他地方，免得他们又乱上报。那你去检查，我们找个地被放休息一下。二位请留步。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殡仪馆的阴魂是二位处理的吧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光天化日的，什么阴不阴魂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同志，你身上的玉佩和扳指是从何而来？你怕不是眼花了？他身上没有玉佩和扳指。原来你看不见啊，那就不是你了。瑶瑶，你先去旁边等着，我和这位同志聊聊。那么，这里面的阴魂是你一个人处理的？我确实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路过此处便发现阴气浓厚，可方才进去一看，已经空空如也了。你应该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吧？我是属于有关机位，专门负责处理这类事件的。同志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解决的这件事，但想来你定是有本事在身上的。有没有兴趣到我们单位来工作，也算是专业对口了。不好意思，没兴趣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我相信我们还会见面的。陈毅，速回地府，又有案子了。瑶瑶，我得回去了，有急事要处理。今天又是什么案子啊？这么着急？哎，今天的案子挺棘手的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。你轻点抱，别吓着他，多大的人了，还掉眼泪。儿子，我是爸爸，你叫高云新，名字是你爷爷取的，好听不？我拉你起来，膝盖破了要涂红药水，涂了就不疼了。上次我摔了，我妈妈给我涂了，凉凉的，可管用了。高云静，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老师，答案是32，因为8乘以4等于32。很好，坐下吧。大家要向高云静同学学习，听课认真，回答问题也很有礼貌。高云尊，这道题我没听懂，你能再讲一遍吗？我也要，还有昨天的笔记能不能借我抄一下？行，一个一个来。小慧你先看，你们放学去玩。这孩子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，成绩好，人缘也好，关键是脾气好的不像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子。考完了，累不累？来，先喝口水。爸，不是让您别来等吗？这么热的天，考得怎么样？还行，应该能上第1志愿。好，爸就知道你行。等很久了吧？给你，你喜欢的燕麦奶茶，少糖的。你每次都跑得满头汗，其实不用着急，我等一会儿又没关系。
我怕奶茶凉了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我忘了买我自己的，就买了一杯。那一起喝。老婆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不是梦，以后要对我好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会的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这小子多大的人了还哭鼻子？娶媳妇是高兴的事，哭什么？你当年哭得比他还厉害呢，还说儿子。老婆，你尝一下这个汤，盐放了没？他刚才是不是踢了一下？我感觉到了。是，踢了。你每天贴着肚子说话，他不踢才怪。宝宝，我是爸爸，你在妈妈肚子里乖乖的，出来以后爸爸给你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老婆，你看我自己设计的，好不好看？结婚时的西装是借的，但这个店是我们自己的。刘静，顾家，小黑，快2块。小刚，你每次都这么客气。我家老头子说啊，你比亲儿子还贴心。那当然，爸爸是超级大厨。老婆，我好幸福啊！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拯救过银河系啊？那你就好好珍惜。我们一家人一直这样过下去。兄弟，我家电视坏了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？行，走吧。让监控我，让你窥探我！喂，120吗？我受伤了。警察同志，我邻居来我家要杀我，被我正当防卫反杀了，你们快来吧！怎么可能哦？这么多年高云英都没和别人吵过架，更别说杀人了。高云英为人正直又热心，经常帮我们的忙，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。倒是那个林有光脾气不好，精神也不太正常，他杀别人还差不多。让我进去，那是我老公，让我进去看看他。被告人林有光持刀连续砍捅被害人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。但鉴于林有光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，故判决林有光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只是死缓，难道我老公的一条命就这么白白葬送了？有时候看这些案子，真的挺无语的。一个美好的家庭就这么毁了，而凶手因为有精神病就可以好好活着，凭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2个女儿以后没有爸爸了。我在想，我2个女儿以后没有爸爸了。我在想，我活着时没做过一件坏事，为什么会落得这个下场？我甚至从没得罪过林有光，却被他活活捅死。我死了，可他还好好活着，太不公平了！我死得太冤了，我的家也彻底毁了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林有光以命抵命，是吗？我无时无刻不想他赶紧死，就算是去阴曹地府，我也要拉着他一起。你有没有想过报复他家人？没有，这事情和他家人没关系。很好，这还是个善良的鬼。那我们就让他死一死吧。你能帮我报仇？嘘，不是我帮你，是老天爷帮你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可以吗？出发？你知道他在哪儿？我知道他被关在哪儿，但我进不去，那地方有光，我靠近不了。那你带我去看看。我是地府杨差，专管人间不平事儿。大人，只要凶手抵命，我立刻就去地府报到，绝不给您添麻烦。嗨，其实现在报不报道的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不能让好人枉死，让恶人苟活。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要太激动。去了地府之后，也不要提我们一起过来的事儿，知道吗？一定做到，大人放心。刚才那是天道在为你主持公道。要不是大人出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的愿望或许这辈子都无法实现了。做人得记恩，大人的大恩大德，我永记于心。不是我帮你，是天道知晓了你的冤屈，才为你劈下这道雷。大人，我心愿已了，这就去地府轮回。进去吧你，下去之后有你受的。
老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范哥，我刚在这儿渡了个阴魂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方才见有天雷劈下，就过来看一看。范哥，最近很忙吧？得注意休息啊。有劳老弟记挂，最近确实事务繁忙，否则定要与你喝上几杯。范哥，那就等你们有空了，我们一起聚聚。哈哈，好，就听老弟的。土地婆婆，您怎么来了？小子，你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，婆婆？您仔细说说。最近来了几个神秘人，在打探你的过往。婆婆，来的人有什么特征吗？有2个人身上有道行，还有一个普通人，但身上有正气。你自己小心些，婆婆，我先走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先上班。真是奇了怪了，还有几个路口就到了，看你还跟不跟？想搞事，看你够不够。同志你好，我们是特殊行动组的，我们领导想见你。那就见见吧。陈毅你好，我是特殊行动组一市分局副局长林恒远。啊，看出来了，你果然很不一般啊。陈毅同志，殡仪馆的阴魂突然消失，是你干的吧？昨天的事儿，是你一个人解决的？是的，我一个人。你是如何处理的？用的什么手段？道教、佛教、走阴还是出马仙？道教。那你师从何人呢？据我们调查，你从小到大似乎都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。没有师承，就是自己研究了下道教的各种咒语，背熟了几个。没有师承，没有任何培训，仅仅靠着不知哪里学来的咒语，就能度化几百个阴魂，不可能。寻常道士修行20年也做不到，除非此子是哪位大能转世。陈毅，我诚挚地邀请你加入特殊行动组一市分局。不好意思，林局，我不是很想去特殊行动组。陈毅，你现在这个职位，说实话，一辈子差不多都能看到头了，并没有太大的发展。你要是来特殊行动组工作，年薪最少100万起，多劳多得，有上升空间，不受条例管事。林局长，还是算了。小陈，当前形势之严峻，你也清楚，我们急需像你这样的人才为国分忧。真的假的？我能为国分忧？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可就不困了。加入我们会有更大的舞台，并且是以官方的名义去处理，不必畏手畏脚。那如果我进入特殊行动组，需要做些什么呢？我市范围内所有影响到人民正常生活的超自然事件，都需要我们出手解决。不过工作时间或许不稳定，没事的时候可以提前下班，但有事的时候必须随叫随到。邻居，实不相瞒，因为一些不可说之事，晚上恐怕来不了。没关系的，小陈，你不加班就是了。加入我们，也是换一种方式保护人民。邻居，3天之内，我给您答复。你考虑好了，直接打上面的电话，我会立刻派人接你入职。好的。就他了，面的味道另说，但就那刀工，他们敢说第2，国内没人敢称第1。一头牛放在后厨现刮，1年下来，那牛都只能受点轻伤。什么情况？你他妈的凭什么锁我车啊？我可是业主。不过就是个破保安，拿着鸡毛当令箭。赶紧把锁给我打开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都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，电瓶车不能乱停的，不然小区就乱套了。你我没有算了。算了算了，这次就给你们打开了，下次别再乱停了。你算老几啊？我们想怎么停就怎么停。好没素质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这可不能够，和牛哥关系这么好，怎么能再吃牛肉呢？还是吃个鸡蛋面吧。老板，1碗鸡蛋面。什么东西？那夫妻俩和保安身上都有黑气，他们互不相识，但黑气是同一股。这东西能附身，还是能影响人的心智？他刚才是在看我，他知道我能看见他。哥们儿，
底咋回事啊？刚才不是都解决走了吗？本来是解决了，但那两夫妻好像气不过又回来了。是啊，骂的可难听了，骂人家破保安，看门狗还捡石头砸他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简直欺人太甚！保安已经一退再退了，他们还是不肯放过。谁都是爹生父母养的，没有人生来就该低声下气的被欺负。这下好了，把人逼急了，2条命没了。小子，遇到什么事了？一对夫妻和保安发生了冲突，之后出现了3道漆黑的身影，汇聚成了人形无脸怪物，最后还看了我一眼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怎么样？是什么？他们身上有一丝丝邪魔残留的气息。邪魔以吞噬人的负面情绪为食，他们不直接杀人，他们只是把人心的怒火浇灌成不可遏制的杀意。这东西按道理不该出现在这里。这件事，我需要回去查一查。小子，能看见邪魔的人不多，他走之前看你那一眼，说明他也已经注意到你了。那就更得搞清楚他是什么了。不除掉他，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遭殃。我会查清楚的，你也小心些。看来，加入特殊行动组的事，得尽快做决定了。有意思，被发现了。喂，哪位？邻居，我是陈毅，我遇到邪魔了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好，正愁找不到他们，这次一定把他们抓住。小陈啊，你还未正式进入我们局里，就已经立了一功了。我只是提供了一点点线索，就算立功了。最近妖魔自虐，但因为发现的晚，受害人身上的邪魔踪迹基本都消失了。你这次上报的很及时，我会马上派人过来调查，有很大几率能根据踪迹找到邪魔。小陈，希望你早些考虑好，加入我们，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。只是吃个面都能遇到这些事，难道是命中注定？是个带把的，母子平安。我有儿子了，潘家有后了。强子，以后你就是哥哥了，要照顾好弟弟，听见没？嗯，知道了。弟弟不哭，哥哥在呢，爹娘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接着，别砸脸上了。哥最大的那个。好的，哥，我给你留了一半。谁偷的王婶家杏？说。是我摘的，弟弟没摘。是我拉着哥去的。给你买的糖饼，你上次说想吃，别让你哥看见，就买了一个。我家东东真能干，比你哥强。东东正长身体，多吃。为什么？明明都是亲生的，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吗？爹娘，我买房了，你们也搬过来吧。算了，我们跟着东东住老屋就行。既然你们偏心，以后我也不会管你们的死活。拿着，给他们买药，我走了。你们不是偏心吗？就让弟弟照顾你们好了。娘，您看，院子里枣熟了，我摘给您吃。东东啊，亏得有你。东东，老吴留给你，你哥在县里有房子，不会跟你争的。老吴给潘东吧，我不要。征收范围东至潘家老井，补偿标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多！潘家那老屋在不在征收范围？在呀，老吴留给了小儿子潘东，可那时候谁知道会拆迁啊？那大儿子能答应？答应个屁！等着看，等着看吧，这兄弟俩准得闹。老公，咱家老屋要拆迁了。知道了。这钱咱不能独吞，我得去找大哥商量一下。这么多钱，凭什么都让老二一个人占了？哥，拆迁的事儿你也知道了，这钱咱们3、7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7我3，凭什么？哥，爸妈这么多年都是我在照顾，而且你说了老吴留给我，5分，1分都不能少。凭什么你家大头？你比知道管得久？我管得久！
我问你最后一遍，五五分行还是不行？哥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3、7分我已经够让步了，你别再拿我的钱搬，今天是我搬家，你还有脸说？给你刀，你还敢砍我？我看你敢不敢？你是什么敌情，我还不知道。救我哥！求求你们，快来！我报警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了我哥，我在幸福小区。哎呀，都是当父母的一碗水没端平，才搞出这人命官司。2个儿子手心手背，偏了谁都不行啊！谁说不是嘛？插死断脚的时候见不到人，房子拆迁了他要来分了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被告人潘东与被害人潘强因征地赔偿款分配问题产生纠纷，在争执过程中持刀重击潘强头面部，致潘强死亡，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。作案后主动报案，并在现场等待，抓捕时无拒捕行为，到案后熟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本案系民间矛盾激化引发，综合考虑本案各种情节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潘东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。为了钱反目的朋友我见过，但闹成这样的亲兄弟还是头一回见。潘强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走？难道是要弟弟赔命才行？好家伙，他父母不是比他先去世1年吗？咋没走呢？可是等着他。你们3人为什么丢留阳间，不去地府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吃饱了没事干，管别家闲事儿。走开，走开。关我什么事？我就是带你走的。大人，您得为我做主啊！我死得太惨了。清汤大老爷呀，您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大老爷明鉴啊！好家伙，说哭就哭啊，眼泪都没掉一滴，都好好说话。潘强，你先说。大人，我死的冤，是他们偏心，从小就偏心，什么好的都给潘东，他们种下的因才结出这个果，我的死是被他们害的。你说什么？又不是我让你去弟弟家闹事的，还不是你自己作的，把刀扔地上逼你弟砍你。强子，有些事儿该放下了。大人，我是被亲弟弟杀死的，他好狠的心啊！我要找他报仇，可他们拦着我，让我哪儿都去不了。他狠，当初不是你让他砍的吗？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的。果然，我们一走你就欺负你弟弟。他这么听话，为啥不把拆迁款分我一半呢？你们一颗心全偏到他身上了。我们哪偏心了？咽气前不是你说把房子给你弟弟吗？破房子你不争，值钱了就非要争一半，你要脸吗？弟弟想要什么，你们都给他买，就不给我买。吃饭时也不给我夹菜，光给他夹，你们就是偏心他。儿啊，你总说我们偏心，你弟弟没出生之前，我们就你一个儿子，能偏到哪里去呢？你弟弟要的都是一些零食碎嘴，你要的是昂贵的玩具，我们买不起啊。还有你说夹菜，你从小就挑食，这不吃那不吃，时间久了，我们自然也就不给夹了。要说偏心，我们唯一偏的可能就是老房子了。你本事大，能挣钱，老房子不值钱，我们才留给你弟弟。我们也是真没想到，你们会因为这房子反目成仇。可是，真的是我误会了吗？你媳妇儿是城里人，我们怕住一起习惯不同，让你夹在中间为难。你倒好，还恨上我们了。我们生病不能动的时候，你来看过几眼。我们不求你多大回报，可爹妈病得快死了，你也该照顾一下吧。可他因为一点钱，狠心把我杀了，这总是他的错吧？停！你们仨这样辩下去，辩到魂飞魄哭也没个结果。这样，你们先下去，到时候判官会给你们最公正的裁决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去。今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喂，邻居好。小陈啊，是我是想问问你，考虑好了吗？是这样的，宁省盛京市铁区最近有邪魔作祟，1月之内已经发生多起命案了。我奉命前去支援，如果你考虑好了，我就在出发前帮你把手续办好。邻居，我待会儿就去交接工作。好，那我下午就给你下达调令，明天上午你按时过去。好强的正气，看着就无比安全。兄弟，你都不盘问一下？邻居早就交代过了，今天早上有个新同事报道，那肯定就是你了。
我去，他们这些有道好的真能吃啊！你就是陈毅吧？来的挺早。都8点40了。这还不早啊？他们都是踩点上班的。进来吧，我把你资料登记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叫055。陈毅，你都擅长些什么？我擅长渡魂，偶尔也能引个雷。还有呢？我还开了天眼，你把我分到道教吧。这哪能你想分就分呀？道教都是有传承的。好了，我都记录上了，你待会儿去行动科吧。小陈来了啊，挑个位置坐吧。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找到猪妖的行踪，务必尽快将其拿下。截止昨天晚上，市医院又有10几人因为阳气被吸光而死，时间很紧迫。陆青，咱们开始吧。昨天我有别的任务，没和老宋去医院，但根据我的观察，此妖大概有800年左右的修为，很难对付。那个是1300年。年纪轻轻，不要为了表现自己胡言乱语。你知道多出500年代表什么吗？代表多出了500年。他说的没错，根据我的卜算，那猪妖的确是1300年的修为。你好，我是石心，你是怎么知道猪妖确切修为的？我晚上在地府兼职，昨晚请教了一位阴神，他告诉我的。早跟你们说过。看来你在下面混得不错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太好了，以后有关阴魂的工作都能方便很多了。哦，就你还能跟阴神搭上话？敢问是哪位阴神呢？不妨说出来，让大家长长见识。怎么，说不出来，还是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谎言？是日游神大人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们同时请神，若你真能请上来，我给你道歉；若是不能，我就要上报领导了。只是道个歉，就这？那我没兴趣和你比。你若是真能把日游神请上来，我3组组长的位置让给你。好，那就比。我先去洗手，然后焚香请神。你也赶紧去洗手呀。我们现在开始。好啊，你先请。别啊，你俩一起请啊，万一真被他请来了，你就输了。你放心就是。日游神大人，现在有空吗？嘿嘿，有些想你老人家了。你这小子，分明昨日才见过，怎的又要换我？见过日游神大人。你呀，真的是。嘿嘿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有人非要和小子较量。老头子，我忙得很，没事就先走了。陈哥，你也太牛了吧！弟弟以后就跟你混了。组长你好，我们是3组的，你的组员。陈毅同志，刚刚是我不对，现在我正式向你道歉。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以后我们还得一起斩妖除魔，保护人民群众。好的，老纪，以后我们共同进步。你赢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们继续吧，魔青猪妖的位置早点解决掉。江心、江陵，你们感应一下，能不能找到此妖的方位？在200公里外的大青山内。以此妖的修为，一般手段怕是不起作用。容我先去沐浴更衣，恭请道元雷府降魔扫秽雷公将军下凡斩杀此妖。原本只打算带1组和2组，现在看来所有人一起出发。刘慈是陆青的师兄，应该是去准备道具了。就是这里了。猪妖现在就在这大山里面。此处风水极佳，的确有助于他修炼。这山太大了，我们直接在山脚下请神吧。届时无论那猪妖躲在山中哪个角落，也逃不掉雷部将军的神雷。你们还真是有点本事，竟然能找到这里。这货不是之前在睡觉吗？你们啊，真的挺恶心的，打不过就摇人，真有本事就来和我老猪单打独斗。你修炼了上千年，你也好意思提单打独斗？你们请神是需要时间的，在你们没请来神之前就已经走喽。还需要多久？快则几分钟，慢则10分钟以上。你们接着请，我先走喽。对了，你们人的阳气和血肉精华真的挺好吃的。死肥猪，来都来了就别走了呗。你老婆还在这儿呢，连老婆都不要了？大胆！我老猪得道1000年，你竟敢这般辱我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听说你们人族喜欢吃烤乳猪，今日我便要尝尝烤人是什么滋味。何人唤我？原来是你啊！请新将军来是为了这只猪妖，此妖为祸人间，罪不容诛。本将军方才听你们说了，
火太大了，要是刚好烤熟就好了。这1000年的猪腰还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呢。此妖作恶太多，身上煞气太重，这样的妖不好吃，也不可吃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。恭送道元雷府相魔扫罪雷公将军。不是陈哥，你也没说你上面也有人啊！之前实在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兄弟，莫非你是哪个大能转世？或许我上辈子和他认识，但这辈子我发誓今天是第一次见他。陈哥，你刚才是想吃那猪腰的肉吗？你也太牛了，这种时候竟然还能想到吃。什么陈哥？要叫陈组长。此事已了，该回去了。在这里上班好像还行。小子，阎罗王想见见你。好家伙，一开口就是阎罗王要见人，太离谱了。为什么突然要见我啊？您老人家能不能透透风？什么情况？不可说，不可说啊！别紧张，是好事儿。嗨，您老人家倒是早说啊！这整的一惊一乍的。看来这位阎罗王走的是廉洁风啊！靠，这阎罗王也太帅了吧！世人对阎罗王真是大大的误解啊！这小子也太会夸了吧！不行，这时候不能笑，要保持严肃。你就是陈毅。我是陈毅。本王听陆之道与钟馗提过你次，他们对你的评价都很不错。都是陆判和钟判教导的好，小子跟这2位大人学到了不少东西。说得好。可本王今日听说你小子在阳间入了编制，要正式为阳间处理相关方面的事了。怎么的？监制工作要保不住了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？你这样的人才，分明是我地府先发现的，怎的先入了阳门的编制？既然如此，本王也给你个正式编制吧，否则传出去，世人还以为我地府小气。即日起，你就是地府第11阴帅。我操，绝世好领导，地府第1伯禄。好了，去做事吧。老弟，恭喜啊！今日开始，你正式成为第11阴帅了。老弟，最近事情多，哥哥们只能简单给你庆贺下，日后咱再痛快的喝上一场。牛马升职了也是牛马啊！小娟儿啊，又帮你爹割草呢，勤快，将来肯定能嫁个好人家。年轻真好啊，跑得动，跳得动。别跑呀，快回来！你不要跑啊！你的狗把老人家绊倒了。我看了老人流血，很害怕，就走了。这狗不是你的，狗是张叔的，他同意后我才带出来玩的。青天大老爷，他总是趁我不在家，偷偷来我家带我狗出去玩，这事儿已经不是1次2次了。狗确实是我偷偷牵出去的。这事儿我管不了，我连个工作都没有，没钱赔。网上的评论你看了吗？无所谓，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。算了，我们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了。对不住，真的对不住。虽然狗是被他偷偷牵出去的，但总和我有关系，我想尽力弥补一些。你家的情况我们了解，是真的没钱赔不出来，算了吧。我妈一生善良，她不会怪你的。麦奶奶，您在看什么？再看他们，年轻真好，跑得动，跳得动。麦奶奶，您知道您为什么还在这里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还有什么事儿没做完吧。那个孩子，他到底知不知道一条命有多重？老太太，您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吗？我有些不甘心啊，怎么好好的出来散个步就死了？我很后悔，要是那天没出来散步就好了。我最放不下的是那小女孩一家，最后连一句道歉都没有。我们家已经不追究她的责任了，她来我坟前磕个头总是应该的吧？当然是应该的，这是必须的。也不知道管这些事儿的神仙都在干什么，怎么不让他们遭报应？
何人在议论本君？请问你是？吾乃生源雷府报应司总司真君。你可以唤我狗环真君，我已知道了事情缘由。他确实是枉死，此事是我疏忽了。怎么能怪真君疏忽呢？我泱泱华化，偶尔有所遗漏也是正常的嘛。那我们便去见见这无耻的一家。若你是我，你待如何？把这2个人抽一顿血，再让他们给老太太道歉赔罪。这女孩是罪魁祸首，她父亲身为监护人，也要负责带责任。请便。真君，倒也不必动刀吧。我操，还能变化，这感情好。老太太，你来抽，怎么劲儿怎么抽。年轻人，你抽就是了，我在一旁看着就好。让你偷人家狗！别打了，老大别打了！让你到处惹事儿，这叫不武士！让你不知悔改！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女儿惹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然一点愧疚都没有，好个不要脸的一家人！不关我的事呀，你别来找我呀！你家里人都不追究我的责任了，你还要怎样啊？妈的，都到了现在还在推卸责任。我只是想听你们一句道歉而已。婆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家对不起你啊，都怪我管教不严，才让他闯下这么大的祸。他们哪里是知道错了，他们只是怕疼了。这种货色，心都是烂的，怎么可能真心知错？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对不起。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此番惩戒，入骨的疼痛会一直伴随他们，没有数月是好不了的。只是这女孩确实不是存心害人，惩戒也只能到此为止。多谢这位真君大人了，我的心愿已了，没什么牵挂了。无需道谢，这本就是我的职责范围，倒是因我的疏忽，为让作恶之人得到报应，使得你滞留人间未去投胎，对不住了。得道之前，我亦是凡人，所以知晓人间疾苦与其中的酸酸苦辣。老太太，您快进去吧。小伙子，今天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知道还要游荡多久。你是个好人，希望世上的好人都能有好报。要是世上的好人都能好人有好报，那就好了。陈毅，今天是个小姑娘，你待会儿注意方式方法。知道了，我一定注意。玩什么玩？练琴去！你知不知道一节课多少钱？小小年纪就和男人勾勾搭搭，不知廉耻！你不要连我们还要呢！马上给我分手，再也不准和那个人联系！妹妹，你别动，你过来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给你买了零食，还有甜品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那个男生，你要是想联系他，我帮你找，我保证帮你找到他。你先下来，好吗？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我们一家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动不动搬出什么抑郁症吓唬我们，矫情的要死！我们好吃好喝，把你养这么大，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闹这么一出，亲戚邻居们知道，不得笑话死我们！果然啊，他们最在乎的还是他们的脸面。这个世界很好，可我不想再待了，再见了。都怪你们，都怪你们！救下来的第一时间为什么不马上把他带走？终于解脱了，终于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了。他是被亲生父母逼死的，
那个妹妹短暂的一生善良、单纯，努力学习，努力生活，但仅仅因为没有满足父母的奇葩要求，就被定义为不听话、不孝顺、白眼狼。每天一回家，面对的就是无比压抑的气氛。她真的已经用尽全力了。小妹妹，你在想什么？你是新来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一起玩呀！我是地府工作人员，来接你走的。所以我应该去地府了，是吗？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放下的事儿？可以告诉我。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和我说，我会静静听着。哥哥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不爱弹钢琴的，但是我妈妈一定要我学，逼着我去上钢琴课，寒耍交替，从不间断。后来呀，每逢亲戚聚会，我都要当着很多人的面弹上几首。我本来就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自己，可我要是不弹，我就别想好过了。他们总是有无数的理由骂我、贬低我、打压我，好像我真的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。其实我没什么放不下的，我只是想知道我爸妈有没有爱过我。我带你去找找答案。我刚才梦见女儿了，要是她没跳楼的话，现在都……还提她干什么？自私鬼、白眼狼！我们这些年被人嘲笑议论的还不够吗？白养她这么多年。哎，也是，这些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一点回报都没收到，白投入了。不行，咱们去领养一个吧，以后老了总是要有人养老的。行，明天咱们就去打听打听。哥哥，我跟你去地府，只是下辈子我能不能不做人了？太累了。我没有决定你投胎的权利，不如我陪你去走一趟吧。呵，老哥，想装没看见我？您现在是阴帅了，我哪再跟您称兄道弟的呀？嗨，不论官职，论年纪，你确实是老哥啊。我还是叫您阴帅大人比较好。陆判大人怎么就这么好看呢？真是俊美无双。陆判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无碍，今日过来，所谓何事？你把你的心愿告诉陆判，他会为你做主的。不想做人倒是可以，只是你乃是自杀，按理是要先去枉死地狱受刑的。陆判大人，他生前是有自杀的想法，本来已经被救下了，是他父母再次把他逼上绝路的呀。要不您看看他生前的过往。真是枉为人父。那便免去他的这道责罚吧，但孽境地狱还是要去的。若查明生前无罪，可立刻安排投胎。多谢陆判大人了，您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判官。陆判大人，我能不能去奈何桥看看呀？想去便去，你已是阴帅了，地府很少有你不能去的地方。成为阴帅之后，直接就是身随意动，想去哪里，想想就到了，整个就是瞬移啊！你是何人？你是孟婆？原来是你啊！我见过你很多次，没想到这一世你出息了，竟然混上了阴帅。你怎么知道我是阴帅？因为你身上有阴帅的气息啊，不过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。喝吧，时辰到了。你已经可以投胎了吗？是啊，哥哥，我可以投胎了。判官大人允许我做一匹在草原上自由奔跑的小马，每天都可以无忧无虑地看云卷云舒，日升月落。希望他的下一世能和想象中一样圆满吧。你等等，你想不想看看你自己的那碗汤是谁盛的？陈组长，我们出去聊聊。陈组长，有个大佬的儿子可能惹到了不该惹的东西，咱们俩抽时间去处理一下。老宋，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人情，这位大佬求到了邻居那里，你也知道，咱们这社会到哪儿都是要讲人情的。上面的意思是去看看吧。对方怎么招惹的，你清楚吗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那位大佬说的比较模糊。那咱们走吧。这位大佬只有一个独子，办公处的事儿，他们是什么办法都试过了，没用，所以才求到咱们这里来。
好，好，好，还是你们住的爽啊！你们谁啊？我们是你爸请过来的，帮你看看。两位大师，快请，里面坐。大师，你们终于来了，快救救我吧，我就快死了。你的情况确实很糟糕，要是想活命，你需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，不能有任何隐瞒。半个月前，我们学校有个学姐得了疾病去世了，反正也不认识，跟着去凑凑热闹呗。听说挺漂亮的。这么漂亮，死了真是可惜了，给我当婆娘多好。当时我也就那么随口一说，说完就忘了，没过一会儿就跟着同学回去了。但当天晚上，怪事就开始了。没事没事，是梦，肯定是梦。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了？好好休息一下，别整天疑神疑鬼的。我们还没办婚礼呢，还有14天，14天后你就得娶我。你会找后天啊？你别怕，今晚先在我们房间睡，明天爸爸给你找专业人士来看看。问题不大。老爸说城隍爷会护佑一方百姓，我今晚去城隍庙试试运气吧。回去吧，你这件事我管不了，你自己答应了人家要兑现啊。我们家被折腾的没办法了，所以才通过渠道联系上你们，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！你跑到人家灵堂上说人家死了可惜，不如做你老婆，对方看样子也同意了，这等于和鬼结成契约了，很难办啊。大师、叔叔、伯伯，你们要救救我啊！我真的就是那么随口一说，就那么随口一说的。这样吧，我们陪你去趟城隍庙，你去人家那儿避了好几天的祸，总得感谢下他老人家吧。是是是。我前几天过去的时候，看见桌上摆的瓜果都不新鲜了，我这就去给城隍爷换上，再给城隍爷孝敬6万块香火钱，这样行吗？陈组长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先去城隍庙吧，看看城隍爷是怎么个意思。殷帅大人，您今日怎的有时间过来？你怎么把那小子带来了？带过来好好教育教育。你亲自去把贡品摆上，再磕3个头。这样能行吗？虽说谢晨和那女孩子都在城隍的管辖范围内，但毕竟是他自己作死啊。你进去看着他吧，别让他弄出什么岔子。您老人家也知道，这小子父母有点权势，求到我们单位了，要是放任不管，这小子真丢了性命，怕他父母会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，比如找到女孩子家里对他家里人怎么样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不是本官不想管这件事，实在是管不了。那女孩子也来我这里告状了，她本来在家里好好的，只想见亲人朋友最后一面，结果这小子上来说死了可惜，要娶她，她也当场答应了。现在这小子又找那么多人来对付她，真的是……不如你让那女孩子过来，我和她说说。大人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眼看婚期就要到了，她日日躲在您这里，我还怎么嫁给他呢？
那个妹妹啊，谢晨现在就在里面哐哐磕头呢。磕头的原因你应该也明白，他还想活不想死。可是他自己说了要娶我的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是他先来招惹你的，又说话不算数，你很生气对不对？我本来都要走了，要不是他，我现在或许都重新投胎了。其实你也看得出来，他不想娶你，当时就是一时口嗨。这样吧，我让他给你道歉好不好？为他的乱说话付出代价，再让他给你做一场法事，你想要什么也可以提，他都照做，行不？要我放过他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就算他这辈子不娶我，下辈子也要娶，否则我就不走，一直跟在他身边。商量的结果出来了，就是你下辈子必须娶她。能活命就行，下辈子的事儿下辈子再说。谢谢哥，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以后别乱说话了，对逝者要发自内心的尊重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不送他一程，自己打车回吧，没道理还给他车接车送，保他一命已经很不错了。这新上任的殷帅倒是会做人情，让我来当这个中间人也好，一条性命，一段孽缘，总的算了结了。陈哥，不，陈组长，出事了！市中心那个高档小区里面闹鬼了，而且他死的时候，电梯里的监控拍到了同一个东西。我刚才差点以为我们要死了，竟然从20楼速降到-1楼。宝，你别说了，我腿都吓软了。难怪这里房租这么便宜，咱们还是赶紧重新找地方住吧。那我们回来时候怎么办？走楼梯吗？走楼梯就走楼梯，总比到时候摔死在里面强。这地方真有这么邪乎？大白天的就有东西出来作怪。还是得进去仔细查探一下。难怪总是出事，的确是有怨鬼在作祟。你这太费事儿了，还是我来吧。站住！跟我走。你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不去投胎，要躲在电梯里吓人？我是前几个月死在这个电梯里的，我死得太冤枉，所以不甘心就这么下去。我总想着这电梯质量不好，把我害死了，想拉几个垫背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你哪里死的冤枉了？不是你把电瓶车电池带进了电梯，引发了爆炸，关电梯质量什么事儿？别人都把电池带回家充电，为什么他们都没事，就我死了？不是电梯的问题是什么？我都开了天眼，也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黑影。他到底看见了什么？为什么他能看见，我看不见？难道有什么内容是我这个 VIP 不能看的？你们小区里没有电瓶车不能推进电梯的规定吗？是有这么一条，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提的是电池，又没把车推进去。之所以有这么条规定，就是因为有太多你这样的例子了。你以为物业为什么不让电瓶车进电梯？不是怕大家弄脏电梯，是为了防止发生事故。我一直以为是电梯的问题把我困在了里面，没能逃跑。
没能逃跑，但是我自己害死了自己。我这辈子真的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死去。辛辛苦苦攒了那么久的钱，才在城里买了房子。我死的那天，刚好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，原本以为生活又有盼头了。你该庆幸那时电梯里就你一人，要是还有其他人，他们都要被你害死。你自己死了还不够，到时候还要拖累家里人，别人的命，你赔得起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小区里充电贵，我是为了省那几块钱才把电池拿回家的。大家都是这样做的，怎么偏偏就我运气这么不好啊？现在你也弄清楚了，不关电梯的事，你可还要待在这里？不了，我马上就走。其实我挺想给小区里的邻居们道个歉的，这些日子吓到他们了。难道邻居回来了？好啊，小陈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这几天的报告我都看了，事情处理的都很完美，都是和部门同事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小陈，以你的能力，做个组长实在是委屈你了。行动科目前还缺个科长，我觉得你来担任很合适，你看怎么样？感谢林局长信任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很好，希望在你的带领下，行动科处理事件的效率能越来越高。你的独立办公室就在旁边，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林墨武，他都会办好的。恭喜陈科长，实至名归，以后跟着科长干。陈科长，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陈科长，以后我们就听你的，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。谢谢大家，今后我们一起努力。现在先把各自手头的工作做好。殷帅大人，您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啊？咋又换了？双份工资双份活，也不知道是赚了还是亏了。嚯，这大办公室真气派！大人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。大人，我叫何大，是陆判官拨过来供您差事的阴差，这是您的勾魂簿。不是还得去勾魂？这册子上的人也太多了，都要由我自己去把他们带走。陆判官吩咐过了，如果您还是想专渡冤魂的话，这些事儿交给我们来做就行了。你们？大人，您现在手下有500阴差，只要您吩咐一声，勾魂的差事我们会去办好的。哪儿来的500阴差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大人，其实我们昨日就被分配过来待命了，但您迟迟没有召唤，所以我们也不敢贸然出现。今日陆副给您更换了新办公点，小的这才敢过来禀报。你跟我走吧。你们为什么待在这里，不往前走呢？我们没有买路钱，再往前也是进不去地府的。什么买路钱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们身上没钱，阴差们捞不到好处，就算有钱打点了的，到了地府门前上不了供，也还是进不去的。他妈的，都是帮什么蛀虫，摊到地府来了？上面是没给他们发工资吗？要来剥削这些可怜人，没有买路钱，他们就不让你们进城。唉，只能等着，等亲人朋友想起我们了，给我们捎点钱来，也就能交钱进去了。
或者等地府守卫哪天心情好了，会打开大门放一些人进去。这些个就这么点儿，哼！算了算了，大爷今天心情好，放你进去吧。你们就是这样守卫城门的？大胆，敢在爷爷面前撒野，你他妈活腻了是吗？你们这样的东西，也配做地府的守卫？何人在此闹事儿啊？哎呀，竟然是殷帅大人！怎么有空贵步临见地？小的有失远迎，还望殷帅大人恕罪恕罪。你们可知，地府之门是生死轮回的通道，岂能用金钱买卖？是，小的知罪知罪。可这也是上面的命令啊，奉命行事而已嘛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滥用职权。来，再跳一曲。你就是城主，好大的胆子！殷帅大人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？您尽管说，小的一定照办。你可知城外那些阴魂为何无法入城？这都是那些守卫自作主张，跟小人无关呀，大人。小人平日里忙于公务，实在疏于监管，但他们干的那些事儿，小人是真不知情啊。若不是你纵容，他们敢如此大胆？你是自己跟我去见陆判大人，还是要我抓你去？殷帅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我哥哥乃是6案工厂手下的主簿。说起来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又何必为城外那些孤魂野鬼闹得不愉快呢？这箱金子就当小的给大人赔不是了，以后大人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。小的在城门这块还是有些薄面的。陆判和中判大人为了地府的琐事操劳，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丝毫停歇。你们这些下面的蛀虫，平日里仗着自己有点小权，欺压良善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4大判官要是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，非得把你们的皮扒了不可。说得好，崔判官，你便是陈毅。我听陆兄与钟兄提过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个至情至性之人。多谢判官大人夸奖。身为一城之主，不思为民谋福，却纵容下属欺压百姓，贪赃枉法，该当何罪？判官大人饶命啊！小人知罪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哼，既然已知罪，便随我回殷律司受审吧。陈毅，你此番做得很好，若世间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，便能少许多冤屈。判官大人谬赞了，这是我分内之事。既然如此，剩下的事便交给你解决了。我那500个阴差该怎么召唤？大人，陆判官吩咐我要一直跟着您，所以我一直都在。方才也是我去将崔判大人请来的，和您配合的刚刚好。100阴差出列，立刻执行任务，将这里所有的守卫全部押解到殷律司接受审判。100阴差出列，暂时接替他们的职责，守卫城门。剩下的300阴差去往黄泉路，将所有的孤魂野鬼全部带过来。谢谢大人，多谢恩人，愿大人长命百岁。城门楼上那些金银珠宝全部收拢起来，交给崔大人处理。除了守卫城门的，其他人都可以回去休息了。上面应该很快就会重新派遣人手正式接替我们，辛苦了大家。陈毅，你来了。陆判大人，多谢了。
我为陆判扛马旗，疯狂打 call， 地府第一好领导，绝世好判官，不接受任何反驳。不必言谢。这次的事情你做得很好，地府有些陈疴顽疾也是时候去除了。陆判大人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来解决这些问题？地府的中高层们之前没有察觉到这些弊端吗？有些事情不需要过早的揭开谜底，我们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一举解决。有时候过早行动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地府中有很多派系，每个派系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。如果我们过早的试图改变现状，可能会引发一场激烈的内部斗争。既然地府中存在这么多派系斗争，那还有更多的问题被掩盖着吗？放心吧，小子，地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，它不会轻易被摧毁。虽然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，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。每一次的变革都是为了让地府变得更加强大、公正和有序。好了，今天你也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来人，大人有何吩咐？勾魂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，好好办。卑职定不负大人的期望。子豪啊，这是你哥，以后谁欺负你，你哥帮你揍他。抓到了，子豪，快看，这个好大！哇，比我上次抓到的大好多。给你，回头再去抓一只，咱俩一人一个。你怎么有钱了？你吃这个。哥，你怎么每次都给我大的？大的太甜，齁得慌。妈，咱走吧，回家做饭。你回来啦！今天的碗不多，哥哥帮我收了桌子。傻孩子，谁让你洗碗的？你才多大？妈，你上班累，我洗得干净的，你看。洗干净了，比妈妈洗的都干净。但下次等妈妈回来一起洗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下次我帮你递碗。嘘。压一下。喂，姐夫，出了点撞了个小孩，你帮我找找关系，看能不能压一下。我弟弟伤得很重，求求你把他送到医院去吧，求求你了。你不把我弟弟送去医院，我就和你拼了！这件事呢，我觉得我们还是直接私了吧，对大家都好，可以避免很多麻烦。至于赔偿金额，咱们可以好好商量，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数字。我儿子被撞得并不严重，可为什么你后来要继续碾压他？难道你没有孩子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，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？别给脸不要脸，别赔偿，你要是不接，那这件事儿我可以让他们压着不管，看谁拖得过谁。我儿子活生生一条命，你竟然拿钱就想打发我，以后哪怕是饿得去要饭，也一定要给我儿子讨回公道。公道？那你慢慢去讨吧。谁能为我主持公道？我的孩子难道就这样白白死掉了吗？他才8岁，
他还没长大。不能倒下，子豪在看呢。3好学生，优秀少先队员，数学竞赛2等奖。妈妈每天出门前都看一遍，就好像你还在学校上学，放学了还会回家。妈妈还在等，等有人能给你一个公道。不管这厮有什么背景，今天都得付出他该付的代价。算你识相，这样的人渣家里也来守护，真是吃饱了没事干。你电视声音小一点，都吵着我睡觉了。每天就知道吃吃喝喝，那小孩家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摆平了没有？屁大点事儿，让姐夫那边拖着就行了。他们能拿我怎么样？几个乡下人还能翻了天？你当时又何必把人撞死呢？要是轻伤，随便给点钱早就了结了。现在闹成这样，多麻烦！女人就是没见识，小屁孩太对皮了。要是第一下撞成了个摊子，咱们是要赔多少？说不定还得被纠缠养他一辈子。直接再撞一遍，一步到位，这不就省事儿多了吗？随你吧，声音小点，我明天还要早起打麻将。子豪，走远一点，哥哥要处理点事儿。他被雷劈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刚才突然一道雷就进来了。嗨，还打什么120？死得透透的了，魂儿就站在你边上呢，大姐。子豪，快进来看看。他真的死了吗？死了，死透了。你们是谁？这不可能！子豪，还记不记得当时他是怎么害你的？第一次，车子把我撞倒在地，我觉得手和肚子很疼。第二次，车子直接从我身上压过，我全身疼得都快裂开了。我还被他车子上的一个东西勾住，在地上拖了10多米。哥哥，那真的太疼了。别怕，哥哥在这里，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。麻烦你将此人送进去受审，等审判结果出来后，你再带着这个小弟弟亲自去地狱观看凶手接受刑罚。卑职遵命。哥哥还有事要忙，不能陪你一起看了。哥哥，你快去忙吧，谢谢你了。陈科长，打扰了。西郊那边连续出了好几起幽灵车事件。幽灵车？对，从上周开始，每天晚上总有司机看见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，车灯一闪一闪的。有司机靠近想帮忙，车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方向盘在自己转。前天晚上更邪门了，有个货车司机半夜路过，看见那辆车停在路边，车灯一明一灭，他减速靠近，看见车后排坐着个人，低着头，长发遮住脸，一动不动。他按了喇叭，那人慢慢抬起头，脸上什么都没有，白的。然后那辆车自己发动了，就这么朝货车撞过来。司机到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，话都说不利索。出事的都在同一段路？对，全在西郊老国道那一段，已经有5起了。 3个司机住院，还有2个这几天死活不肯再跑那条线。走夜路的骑电动车的也撞见过，说听见车里有人喊名字，喊的还是他自己的名字。难道是那个？陈科长，这事儿我们这边实在是没法子了，路管局那边也急了，那条路都快没人敢跑了，您看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过去了解一下情况。这办公室
以前是仓库吗？陈科长，这是最近收集的灵异事件记录，给您放这儿啦。还有多少？档案室还有一柜子吧，您加油哦。所有人来我办公室一趟。上午不外出，先帮我把这堆东西理清楚。自己挑。科长，这种公交幽灵车要在固定的线路上来回跑的，现在是大白天，我们不太好感应，要不请隔壁卜算科帮忙，看看能不能算出他白天停在什么地方。不用，你们跟着我去就行。宋哥，科长白天就要去抓幽灵车，他连日游神都能叫来喝茶，抓个幽灵车，你觉得需要看时间吗？科长，这种小事儿就靠您了，您快趁路上休息休息，养精蓄锐。科长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啊。你们在车里等着，我去河边看看。这么找太慢了。何大，出来，卑职在，大人有何吩咐？你们能下水吗？大人一句话，卑职立刻下，刀山苦海都下。15个阴魂，你一个人不够，多叫些人来。这河底应该藏着一辆阴气凝聚的公交车，车里还有15个阴魂，下去帮我找出来。是，卑职马上去叫200名兄弟。科长站那儿都好一会儿了，怎么还不动啊？不是说抓幽灵车吗？姐，你忘了，科长可是连天上的神仙都认识。说不定他现在就是在跟什么帮手说话，咱俩看着是发呆，实际上说不定都快找到了。嚯，这怨气挺浓的，藏挺深啊。放开我！为什么抓我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他真找到了，他到底是怎么找到的？少了一个。你们不用怕，我是地府的阴帅，这次是来度化你们的。是来救我们的，太好了，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！大人，我们冤枉啊！我们被这个疯女人……别急，一个一个说。大人，就是他害死了我们所有人。当初车子掉进河里，我们来不及逃，都被淹死了。可这女人怨气太重，死后变成了厉鬼。她用自己的怨气把我们所有人困在这辆车里，不许我们离开。整整1年了，我们被她当畜生一样使唤了整整1年。她活着的时候就是个厉害角色，最近的传闻都是她干的。你还有脸怨？要不是你打司机，这一车人现在都活得好好的，15条命，你特么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？留下20人看管这里，其余的全部下去搜寻司机，务必把他找回来。这1年你们受了不少苦，今天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怎么解气怎么来。天杀的！我只是出来给我家老头子买件衣服，他还在家等我啊！我等了一辈子的老头子还在家等我。我们只是去图书馆买本书，就买本书，因为你，我们再也没回得了家。我爸爸还在等我考上大学。我是有错，难道司机就没错吗？他要是不还手，我们都不会死。对不起，我当时不应该还手的。我要是忍住，大家就不会。对，就是他。他要是不还手，我们都没事儿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他自己都承认了。闭嘴，孩子，我们没怪过你，换了谁被那么打？都会还手。坐过一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谁能想到车上会有这么个疯婆子呢？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自责。像你这种为了一己私欲不顾全车人安危的泼妇，死1万次都不够，押回地府受审，好好照顾他。大人放心，卑职一定让兄弟们在路上好好照顾他。大人，
那我们呢？是不是也可以去投胎了？你们不急，你们都没来得及和家人道个别吧？这样，等天黑了，各自回家，给家里人托个梦，让他们安心。这2天你们辛苦了。大人这是哪里话？跟着大人干事儿，那是小的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行了，回吧。小伙子，你站在这河边做什么？这地方偏僻，最近听说不太平。大叔大婶，你们这是去哪儿？背这么多东西？我们是前面那个镇的村医，刚去山里采了趟药，顺路给几家老人送了趟药，这才赶回来。我们路过这儿，听说前阵子这条路上夜里老有怪事儿，刚才远远看见有人站在河边，还以为是又出什么事儿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那辆车以后不会再出现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是不知道，上回我们夜里出诊路过这儿，我媳妇儿吓得拽着我绕了好远的路。行了，别唠叨了，小伙子，不管你是谁，这河边的事儿要是你处理的，那婶子替那些走夜路的跟你说声谢谢。天色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吧，别在这荒郊野外站着了。科长，我们这边可能需要请求一下支援。什么情况？科长，我们这组早上分到的案子是城南那个废弃了20多年的老精神病院，那地方今年终于纳入了拆迁规划，开发商手续都办齐了，施工队也进场了，但工人只要一动工，现场立马出事。第一天，挖掘机刚开到楼前，发动机无缘无故熄了火，指尖疯了一样的转，以为只是机器故障，我们也觉得可能是设备老化。第二就见了血，一个工人在2楼拆窗户，脚底下那节窗台忽然整块塌了下去，安全绳崩断，人从2楼摔下来，不高，也就3、4米，正常来说最多扭个脚，但他落地的时候，地面上竖着根拆了一半的钢筋。第一波施工队当天就撤了，开发商不死心，又换了第2波，但工人刚把塔吊立起来，钢丝绳在无缝的情况下自己给我砸下来，砸在离空岛岛不到半米的地方。工头说他当时清清楚楚看见那根钢丝绳不是磨断的，断口齐整，像是被什么东西一口咬断的。我们今天上午到的现场，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怨鬼作祟，想着驱一驱除了就行。但进去以后，罗盘不转，符纸不燃，阴气探测器一个字都不跳。我们里里外外查了3遍，哪里干净的不像一个兄弟。所以我判断，要么这东西根本不是鬼，要么他藏起来了。本来已经准备请2组的陆青用原光术查看，但2组那边一直没回应，应该还在忙。科长，这案子我们这组暂时搞不定，需要支援。好，我们马上过来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是和之前一样，一点阴气都感觉不到。你没有感应到什么吗？这里的气场很奇怪，我感觉不到有怨灵或者恶鬼的气息，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这片地上，让人喘不过气。我也有同感，不是鬼，但绝对不是好东西。也许要进去看看才能找到线索。大家分2组，仔细搜索一下这栋建筑，注意安全，发现任何异常立刻报告。怎么了，科长？你们刚才没有被窥视的感觉吗？你们先出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何大，快来！大人，小的在呢。你能感觉到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大人，这里似乎有剑存在过的痕迹。我现在是阴帅了，也找不到，自然是能的。只是大人虽已是阴帅，能行部分阴帅之职，但必究没有册封神位。大人，您和其他10位大人关系那么好，要不请他们出手，他们对付这东西简直就是手到擒来啊！大人，其实小人还有一个方法，快说来！大人虽然没有神位，但阎罗王已经赐予了您帅印，我们只需要将那支剑引出来，到时候大人看准时机，便可以轻松将其拿下。怎么引？大人，鬼死后变成剑，而剑喜欢吞噬鬼魂来增强自己。小的打算召集几10个兄弟聚集在这里，剑闻到气味肯定会现身。何大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阴差，剑不能吃你的，对不对？大人，这和剑的实力有关系。若是他吞噬过许多鬼魂，实力强大，吞阴差也是简简单单的。不行，不能让自己手下冒这种风险。大人，我相信您绝对有能力保护我们。您在阳间新官上任，若是能一举解决此案，必定会声名大噪，直接与老牌阴帅比肩。地府的大小官员也都会高看您一眼。为了大人阴阳2界的仕途商通，我何大愿为大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何大，你现在是什么官职？卑职乃是大人麾下迁兵副统领。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正亲兵统领了。
多谢大人提拔之恩，卑职一定不负所托。你先回去召集人手，我叫你时你再出来。我已经查清了，这里有一支箭。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，商量好行动方案再来处理这案子吧。不用，你们先回去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科长，那你一定要小心应对。等一下，把我这2个组员也带走。科长，我们也要走。这里很危险，你们跟着老纪他们先回去。好吧，科长，那你自己小心。何大，出来吧。大人，您让我们守卫的城门已经被正式接替了。您吩咐的那个碾死人的车主、受害人王子航正在观看他受刑，幽灵车上的阴魂都给家人托了梦，罪魁祸首也审判完毕，正在受刑了。何大，你就这么信不过我？大人，卑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怕有些话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机会说了。你敢！很好，自带技能，都不用冷却的。你到底是怎么成为剑的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不用捆我，既然被你打回了原形，我也活不了多久。所有的仇恨就这样随风消散吧。大人，此类邪物最是擅长蛊惑人心，依卑职之见，还是速速将其打个魂飞魄散，免得留下祸患。祸患？那我便让你们看看，我活着和死后都经历了什么！你们是谁？我不认识你们，放手，放开我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人家小姑娘都说了不认识你们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这是我女儿。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跟我们吵架，赌气离家出走了。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她，真是让我们担心死了。是啊，你这样任性离家出走，让我们怎么放心得下呢？快跟我们回去吧！你妈这几天急得头发都白了好几根。原来是假释。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是人贩子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！真是不好意思，女儿大了，管不住了，我们这就带她回家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这是几啊？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还好没被要傻，是个好的。走，咱们去给人家付钱吧。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老婆了。我们家花了大价钱把你买来，你要乖乖给我们胡家生几个儿子，听见没有？我不是你老婆，我是被拐来的，你们这是犯法的。进了我胡家的门，就是我胡家的人，犯法。在这地方，老子就是法，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隔壁那家也买了媳妇儿，你觉得他会来帮你？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家里有钱，我爸妈会给你很多钱的，比我买来花的钱多得多。你们都看见了啊，这可不是我狠心，花了8000块钱买回来的。他跑一次就得打一次，不然谁家都管不住，这规矩不能坏。你说你跑什么跑？花那么多钱把你买，你就该安安分分待着。这下好了，腿断了，干活也不利索了，养你还得多费粮食。早知道买个结实点的。
反正他也干不了什么活，白吃白喝的。那地方正好，关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你再去派出所报个失踪，回头再跟街道办说一声他有精神病，手续弄齐全，谁也查不出毛病。我没有病，我不是疯子。院长，求您了，我不是疯子，我真的不是疯子，我是被拐卖来的。您帮我报个警就行，就打个电话，我自己跟警察说，我不跑，我不会跑的。打完电话我就回病房待着。这个世界很好。可我不想再待了，再见。新来的就是不懂规矩，这点东西就当交保护费了，在这儿得论资排排，懂不懂？瞧这细皮嫩肉的，生前怕是没干过什么粗活吧？可惜了，在这儿细皮嫩肉可不管用。我只拿了那么一点，我自己都不够，求求你们。求？这儿没人听你求。活着的时候谁都欺负我。死了之后还是谁都欺负我，到底要变成什么？到底要变成什么才能不再被人欺负？我跪了一辈子，求了一辈子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这是什么？不对，大家快跑！是剑，是剑，它变成剑了，跑不掉了，我们跑不掉了。有鬼！你不是死了吗？不可能！你不是瘸子吗？你怎么会？对，我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饶命！饶命啊！我给你烧纸、烧香、烧别墅、烧汽车，你要什么我都烧给你。求求你别杀我，我那时候也是没办法，我也是为了这个家。这是谁的孩子？他们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身体只是被征用了一块土地，在上面种下了不属于我的庄稼。他们是那2个人渣的血脉。妈妈。不对，我是来报仇的，不是来干这个的。他们只是孩子，我刚才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这栋楼里还有别人，楼上、楼下，他们和我没有仇。不是我不肯放过你们，是你们的魂魄太好吃了，让我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就好。姑奶奶，祖宗饶命！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100个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！当年我求你的时候，你放过我了吗？我记得我活着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的，好像有过什么别的东西，可我想不起来了。我不能靠近他们，离他们远一点，离他们远一点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我和他们无冤无仇。走啊，快走！我不想再伤人了，我不想。
大人，你也不必太过难过。他生前确实命途多舛，但他死后除了报仇之外，已经害了太多无辜的阴魂了。那些没得罪过他，只是刚刚离体就被他吃掉的阴魂，谁又为他们难过呢？我知道，可以想到他的遭遇，还是会很难受。既然事情已经了结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辛苦了。究竟要怎样才能杜绝？唯有买卖同罪，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吧。牛哥、马哥，你们可算来看我了。坐吧，老弟。牛哥，这可是我有了独立办公室之后，你们第一次过来坐坐呢。我还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。老弟，哥哥们自然不会空手来你这儿。来，喝酒。喝，痛快！老弟，我跟你讲，喝酒就得大口喝才过瘾，细品慢咽那是你们凡间的讲究。在这儿，咱就图一个爽。老弟，听闻你在阳间斩杀了一支恶剑，干得不错，没给哥哥们丢脸。你那帅战用的可还行？老弟啊，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自从你上位之后，地府里有很多人不服你，咱们兄弟几个看在眼里，要不是老陆拦着，有几个刺头，我早就亲自上门去敲打交打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自从黄泉路那件事之后，你把那300个孤魂全带进城，把城主的金库全抄了，那些声音就消停了一大半。还有你今天斩了那支箭，这帮人嘴上不说，心里是有数的。你这个位置坐得越来越稳了。牛哥，黄泉路上有那么多孤魂野鬼，你们之前都不知道吗？这事儿其实我们知道一些，因为一些原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是不曾想他们竟敢放肆到那种程度。几百个孤魂滞留在黄泉路上挨饿受冻，连城门都进不去，那是我们失察了。老弟，买路钱这种事从古至今一直都有，莫说地府，就是你阳间现在也依然存在。我们作为阴帅，已经有数百年未曾踏足黄泉路了。每日勾魂任务繁重，勾完了只需将魂魄推入城门便可。那些小鬼摸透了规矩，知道我们不去巡视，自然就胆大起来。原来如此，老弟，你可知那大肆敛财的城主背后是谁在撑腰？不就是他那个在主簿位置上当差的哥哥吗？6案公朝手下的一个小主簿，靠山也就那么大点儿，还敢到处攀关系。老弟，他那哥哥不算什么，主簿而已，崔判随便一道批文就能免了他的职。重要的是，他哥哥所属的派系有人在那条线上给他们撑腰。什么派系？天庭由佛道共治，老君门下是道，如来座下是佛，两边各管半边天。那么地府也是一样。那个城主后面是佛教那边的势力。想什么呢？不关他老人家的事儿。地藏王发下大愿，绝不可能是纵容下属作恶的人。那是啊，地藏王菩萨高居九幽之上，并不理会诸多琐事，自然也不参与派系斗争。但他手下的徒子徒孙就不同了，有的人修行修了几百年，还是卡在同一个瓶颈，心思就歪了，总觉得走正道不如走捷径，光明正大的积攒功德不如暗地里收点香火钱来得快。这种人，阳间有，地府也有。阎罗王如此看重你，正是因为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派，你没有师承，没有山头，没有要孝敬的前辈和要维护的同门，你可以无所顾忌地处置很多事情，而不用担心得罪哪一方的势力。你可明白？行了，我们该走了。老弟，日后若是有空，早些下来，多转转，发现任何不公之处，尽管上报便是，不用怕得罪谁。你现在怕得罪的，以后迟早要得罪干净。对了，老弟，下次来记得带点阳间的花生。你这地府的东西虽然不差，但总觉得少了点烟火气。老弟啊，有个叫于小磊的人，你待会儿处理一下。要是个好人的话，你就带去赏善司，你也更好去认识一下魏判。知道了，你赶紧去忙吧，这些小事儿就交给我吧。魏征啊，7世纪地球上最强碳基生物的左膀右臂。生前怼皇帝，死后阎罗王亲自请来当赏善司判官，专管论功行赏，褒扬善行。这岗位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一个连皇帝都敢骂的人，还怕谁给他塞红包走关系？期待，真是太期待了。于小磊
男，2018年9月5日卒于蓟省保市。好，就是你了。今天能看到魏征了，有点激动。不知道今天的案子是什么呢？你吃，哥不热。哥你也吃，你不吃我也不吃。爹对不住你们，你们妈以后就靠你们了。老大，你是当哥的，多担着点儿。爹，你放心，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弟弟，我发誓。好了，还能再穿一季，等妈下个月发了奖金，就给你们一人买件新的。去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学，把桌上的粥喝了再睡，妈吃过了。2个月前还好好的，就咳嗽几声，怎么人就不行了呢？走，回家，以后哥管你。小磊啊，婶子家包的饺子，茴香馅的，你和你哥趁热吃，不够再过来盛，锅里还有。你妈以前也爱吃茴香馅的。你好好念书，别的事儿不用你管，哥能挣钱了。今天的车特别多，下学期的学费差不多快够了。又得奖了，没爹没妈的野种，贴奖状给谁看呢？你妈在天上看得见不？急什么？玩会儿再走嘛。你那修车的哥哥今天来接你不？哥，通知书收到了，但我不想读了，读了3年高中够了。你去看看你的手，也该歇歇了。我去打工，你等着，我让你过好日子。你小子，谁让你不读书的？我手怎么了？又不跟他干活，你读书我养得起你。哥，读书不也是为了挣钱？我现在能挣了，咱俩一起，日子准好。我哥是世界上最好的哥，嫂子你眼光太好了。今天所有酒都归我，谁都不许灌我哥，谁灌他我跟谁急。哥，我要当叔叔了，侄子的见面礼我都存好了，够买一屋子奶粉。你哥说了，你冬天就那一件棉袄，都穿好几年了，棉花都硬了，穿着惯风。他那双鞋破了都没舍得换，就为了给你攒钱买件新的。你要是不要，他该急了。我当时啥也没想，那河里有人就得下去捞。我当兵的时候跳海都跳过，一条河算什么？孩子，醒醒，醒醒啊，孩子，你才多大，不能就这么睡着。你家里人还在等你回家吃饭呢。没气了，他死了怎么办？走走走，别等我说是我们弄死的，我们就是来钓鱼的，什么都没看见。这不是于小磊吗？哎呦，咋淹死了？赶紧给他哥哥打个电话来收尸吧！多好的小伙子，上个月还帮我搬过东西。大爷，您留个联系方式吧，回头我让于家人跟您联系。您这浑身都湿透了，赶紧回去换身衣裳，别感冒了。您这么大年纪还下水，真是。到底是老了，要是再年轻20岁，那孩子说不定能救回来。也不是想要啥，就是那孩子的家里人怎么连句话都没有呢？哪怕就说声谢谢您老费心了呢？我这一把老骨头差点交代在水里，倒也不是图啥。算了算了，人又没救活，人家家里正悲痛着，有啥可谢的？大爷，不是您的错，谢谢您。要不是您把我捞上来，我哥连收尸都不知道去哪儿。您别怪自己，您已经尽力了。哥，你别哭，我不疼。你帮我个忙，去谢谢那位大爷，就这一个忙，求你。你是谁？你能看到我？别害怕，
我是来帮你的，你马上就可以给你哥哥托梦了。哥哥，小磊，是你吗？哥不是在做梦吧？你让哥好好看看你。哥，我的尸体是被一个老大爷从河里捞上来的，人家差点把命搭进去。你们帮我个忙，去感谢一下他老人家，买点水果过去，最好再做面锦旗，咱不欠别人东西。哎呀，咋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哥糊涂，哥对不住那位大爷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去，不，我醒了就去。哥，爹妈走后都是你在照顾我，你为我辍学，为我钻车底拧螺丝，冬天舍不得给自己买件棉袄。这辈子我没法报答你了，只希望下辈子换我来照顾你。是我没用，当哥的没本事，没保护好你。爹妈走了，我连你都没留住。弟弟，如果真的有下辈子，你投胎到哥家里来，哥还照顾你当我的儿子。你爹妈没走完的路，我替你走完。哥，我如果投胎能投去我哥他做一家人，我不怕吃苦，就是想再喊他一声哥。见过阴帅大人。见过魏盼大人。